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来到了湖北的新山，这一块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的故里。四大美女西施、貂蝉、杨贵妃的故里我都去看过了，这是最后一个。在2000多年前，王昭君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长大，年方28的时候被选上去了汉朝的皇宫，最后呢是出塞和亲。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最后呢是在塞外去世。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还有一座王昭君的墓，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尊塑像，据说是按照王昭君的真容像打造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说是专家根据王昭君的头盖骨复原出来而打造的一尊塑像。现在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看一看。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叫做昭君村，可能就是由于王昭君的老家在这里，才会叫这个名字吧。中国最美乡村能打这个名号，我估计村子里面应该是挺漂亮的，要不然应该不会这么宣传。来到昭君村这一块啊，可以看到很多汉朝的文化，这个应该就是那种山朱雀了。由于王昭君是西汉时期的人，那么这一块就有很多汉朝时期的建筑文化，包括其他的一些文化。前方就是入口了，我们准备进去。这个地方也是包括在湖北旅游年卡里面，只是需要额外买20块钱的观光车票就可以了。所以说湖北的旅游年卡是比较划算的，就是坐这样的观光车。现在很多景区啊都是有观光车的。昭君村是在对面的山上，我在这里都能看到一些古建筑，而且还是挺漂亮的，并且那种建筑风格有点像汉朝的。又是一个大山里面的村落，这边都是高山耸立。来到宜昌恩施这边，大山是能看到非常多的。出发了，他这里的观光车20块钱是往返的，估计也得好几分钟才能到，因为毕竟是在山上。来这边的游客还是挺多的，观光车一趟接着一趟。现在已经来到景区了。昭君村呢是西汉南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公元前53年的8月15，刚好是中秋的时候，绝代佳人王昭君呢就出生在村中一个殷实的家庭当中。她在这里呢大概生活了16年，到了公元前37年，恰逢汉元帝遍选天下美女，王昭君呢作为南郡首选进入汉宫。当时的一个南郡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省一样，大家想一想，在全省选秀女选美女，她能够得到第1名，就证明她确实是非常漂亮，可以称得上是绝代佳人，并且呢她肯定会有文化的，要不然不可能得到第1名。像这种建筑都是汉代风格的，在那个时期肯定不会放在这里了，而是现在为了打造这个景区加在这里的。看看周边的风景，这完全是在大山里面的，风景也确实挺漂亮的。游客中心就在下面，从那边坐观光车上来也是有一点距离的。我们再说一下，你看在半山腰也有很多房屋，在这种大山里面都是如此啊。你看那个上面到下面看起来可能就100-200米的距离，但是你如果走下来可能要半个多小时啊。然后这一块呢都是属于昭君村的范围，可以看到这些房屋呢尽管是现代修的，但是明显的看得出来也算是一种传统建筑的代表嘛，古色古香。在这里呢看到一栋比较不同的房屋，看起来也是比较气派比较漂亮。这个是王家老宅，就是王昭君的家里老宅。当然现在这个房屋肯定是后面重新复建的，最早的时候这个房屋呢是王昭君的祖父建的，后面传给了他父亲嘛。在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时候，当时的汉朝朝廷就是相当于比较认可或者是比较敬重王昭君的这种精神，于是呢就把王昭君的父亲呢封了一个官，去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王家老宅呢，王昭君的父亲就把这个宅子传给了他的侄子，是这样的，后面被损毁了。不过呢历朝历代有所修缮，最近比较古老的是在清朝时期被损毁了，那后面又重新复建了。因为大家看这个房屋的
外表应该就看得出来是比较新的，只是说按照原本那种老房屋的结构去建造的，而且这种建筑的风格也是近代差不多。现在进去看一看王家老宅这个地方啊，刚好对着下面一条河流，所以说在我们讲的风水也是比较好的。现在进去看一看，之前我们看了很多北方的民居，现在来看看南方的。一进来就看到一种建筑风格了，这个是春台，在很多老宅都能看到了。南方称春台，北方呢称条案，亦可叫条脊，是一种古老的中国家具，一般置于中堂下的桌椅后侧，主要用来供奉祖先，摆放族谱或摆放装饰品，表现庄重气氛。在旁边还有一个小的房间，现在是改造成以前私塾的模样，实际来讲在以前应该是门房，就是接待人员或者是安保人员居住的。在这里还看到一些传统的东西，大部分人可能都不认识啊，农村的人就知道了。这是蓑衣和斗笠，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雨衣啊。以前农夫在田里劳作，碰到下雨就穿这个。我小时候也穿过，因为小时候我去放过牛嘛，那个时候就会戴斗笠和蓑衣。那个时候并不是说没有雨衣，只是说戴这个比较好玩。这个蓑衣呢，其实穿在身上感觉还是挺有艺术氛，挺好看的，感觉像披风一样。如果大家穿过的话就知道了。在一些影视剧中也可以看到，特别是一些江湖片，下雨天呢，有一些江湖人士就穿着蓑衣斗笠出行。这边是一个巨大的天井，像以前的老宅有这么大的天井还是比较少啊。这种建筑呢，我不知道是哪一派风格的，反正跟陕西、山西或者南方的建筑都有所区别，我们就把它归结到南方风格的吧。上面还有很多雕刻，你看，现在这些房屋也用的是榫卯结构。我们传统这种建筑确实是比较好看的。我其实挺喜欢木构建筑的，因为这样的建筑住起来是非常舒服啊。这个宅院摆放了很多传统的农村那种工具。这边应该是一个卧室，给大家看看传统的卧室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床是真漂亮啊！现在基本上只能在景区看到这样的床了。这些床呢，它其实也是有名字的。你像这个叫做雕花千工床，就是上面有很多雕刻啊，也是滴水床的别称。原型呢是明清中原地区流行的拔步床，床的结构呢类似于房屋的沉浸式结构，从外形看呢就如同室内一个独立的小屋子一般，具有私密性、舒适性和安全性。由于制作工艺极其复杂，往往呢需要耗费几年的时间，历经上千个工时，因此得名千工床。确实啊，你把这个床帘一拉下来，就是一个小房间的感觉，跟我们现在的床完全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富丽堂皇。这些都是一些家具了，这个抽屉也有雕刻，都是比较传统的，现在都看不到了。还有这种是储存东西的，有雕刻，煤油灯，这个应该几十年前大家都见过了，那个时候还没有通电。卧室的旁边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小书房或者是休息间，就比方说夫妻两个人，他在休息之前就可以在这里聊聊天嘛，沟通一下。你看这个凳子也是有一定年代感的，全是木头材料的榫卯结构。然后这里呢就是洗漱的，睡觉之前在这里洗一下，然后从外面进来也在这洗个手。
前方的堂屋了，进去看一看。南方的堂屋和北方的堂屋是有所区别的，南方的堂屋一般是偏向大一点，最前方呢肯定也是长辈居住的，旁边呢有很多凳子，就是一家人可以在这里议事。这个老宅就看完了，我们继续去前面看一看。当时王昭君是没有出生在这里，是出生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边呢还有昭君宅，等一下我们能看到。现在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王昭君的故事。自古以来，形容一个女孩子漂亮，可以说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其实这8个字呢，是形容中国古代4大美女的。沉鱼对应的就是西施，落雁是王昭君，闭月是貂蝉，羞发是杨贵妃。前面3个我理解，羞发是杨贵妃我就不太理解了。那其中西施、貂蝉、杨贵妃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很多影视剧演绎过他们的故事。而王昭君可能很多人听过她的名字，但是关于她的故事知道的确实不多。王昭君呢，她是湖北新山人，这个地方啊刚好是靠近神农架。王昭君出生后从小就表现得比较聪明，长得也非常漂亮，他们家族啊对她也比较注重培养，从小呢算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里呢也表示他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因为他们家里算是一种技术工种，就是医生或者商贾等等。你像这就是王昭君弹琴的样子，还有浣纱，好像在封建社会女孩子都会浣纱。你像之前我们去看过西施的也有。当时王昭君她的艺术水平可以说是远近闻名，远近闻名是好事，但其实呢也不算是好事，因为当时西汉每隔一段时间呢，朝廷都会要求各个地方推荐当地优秀的女子进入后宫。王昭君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公元前37年被当时的南郡推荐到了长安，那么她就要进入皇宫。这个时候王昭君的命运就改变了。现在这个场景呢是王昭君入选汉宫，踏上征程的那一天，家乡的亲人朋友结队欢送王昭君，她自己呢则是挥泪告别父老乡亲，踏上了漫漫的北上路。从她入选汉宫开始，基本上也是她命运转折的开始，也可以说是命运悲惨的开始。因为一个女子孤身一人去皇宫，生活是很艰难的。我们看过很多影视剧也知道，一个女子进入皇宫，你如果能够成为皇帝的妃子还好，如果你成不了，那么可能你就孤独终老在那个皇宫。本身一开始进入皇宫当宫女，地位就比较低的。而王昭君后面呢又远嫁塞外，远嫁匈奴，这就更难了。从她入选宫女开始，应该就没有回过老家。反正她嫁给匈奴，回老家就更不可能了。当时王昭君是以良家女子入选汉宫，当时呢是里面的一个部门叫掖庭，也就是后宫。王昭君进入掖庭之后是有一个级别的，叫做待招，就是等待召见的意思。当时王昭君相信凭借自己的美貌以及自己的才智，很快就能够见到皇帝，见到君王。那么在那个时期，如果要见到皇帝，需要特定引荐人，因为皇帝不可能来到宫女住的地方嘛。要想皇帝召见你，首先呢就要让皇帝看到你的画像，皇帝觉得你有气质、漂亮，或者符合他的审美，才会召见你。这样当时皇宫呢就有很多画师、画工为宫女画像，结果在这里就出现问题了。很多画师呢仗着自己能够画画、能够画像，就对这些宫女要求有好处，不给好处的话，要么不画，要么就把那个画像弄得不好。当时王昭君是这样想的，因为她有骨气、有傲气，她就想，即使不能见到皇帝，我也不能失去人格。于是呢，她就拒绝贿赂画工，因此在进入皇宫数年呢，她都没有见到皇帝。在皇宫待了几年之后呢，王昭君一面鼓励自己要好好生活，另一方面呢，就想着要走出黄金的牢笼，要去开拓自己新的人生，
毕竟当时他在皇宫里面生活了5年，过得是比较苦，见不到亲人，又等不到皇帝的召见，他就觉得没什么希望。那转折点来了，到了公元前33年，汉朝的蜀国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觐见皇帝，他就跟皇帝说：“我想求娶公主，就是做你们汉朝的女婿。”但是作为当时的汉朝来讲，他是国力强大，实力也强大，他不太愿意，但是呢又不能直接拒绝，因为毕竟属于蜀国嘛，跟匈奴要打好关系。恰好在这个时候呢，王昭君得知这个消息，他就主动上书说：“我愿意去和亲，我愿意为了汉朝和匈奴的和平安宁，我愿意嫁到匈奴去。”在当时，绝大部分人呢都不愿意远嫁塞外，因为都知道塞外生活是非常辛苦的，并且呢，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汉朝以及文化都不一样。而王昭君她为什么会愿意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她希望摆脱皇宫这个牢笼，想走出去，因为她想到在外面再苦再生活不好，可能都比皇宫好一点。只要走出去了，肯定是一种新的生活。在这个皇宫里面，那个生活永远是不会改变的，就相当于是一眼能够望到头，而出去了才有无限的可能。在当时汉元帝，那些公主得知有人愿意去匈奴和亲，非常高兴啊，于是马上就答应了。现在这个场景呢，就是当时汉朝举行宴会，就是等于欢送匈奴单于，也是准备把王昭君送到匈奴那里去。当时汉元帝呢，第一次见到了王昭君，看到真容之后非常震惊，怎么会有这样美的女子？后宫所有的美女在他面前呢都黯然失色，同时他心里也愤怒了，为什么后宫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我不知道，我没有她的画像。当时他还想后悔因为非常舍不得，但是那个时候君无戏言，这是由国家的事情，他只能将王昭君嫁给了那个匈奴单于。相传在王昭君去了匈奴之后，汉元帝呢就在宫中寻找王昭君的画像。当时呢，画像上面是把王昭君画得非常丑，他这个时候才明白是那些画师画工乱弄的，于是就把那个弄虚作假的画师处理了。当然这是传说实际来讲，这个画师跟王昭君不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具体什么原因汉元帝没有见到王昭君，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只是说历史上没有完全的记载。在欢送宴举行之后，王昭君呢就在汉朝和匈奴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骑着马，冒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去了匈奴。他是从雁门关出塞的，昭君落雁这个典故就是发生在雁门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像就是昭君落雁。当时王昭君来到雁门关之后，他清楚的知道，只要出了雁门关，进入到塞外，进入匈奴，基本上以后就没有机会回到汉朝，也不可能有机会回到他湖北的老家，基本上也看不到他的父母了。这个时候他心情格外沉重，于是呢就拿出他的乐器，坐在马上弹奏。结果这个美妙的声音非常动听在空中那个飞燕都不由自主的停止了挥动的翅膀，刚好它就掉下来，落在王昭君的前面。这就是昭君落雁的典故。从这里呢，也可以描述出昭君的才艺非常厉害，不管能够打动人，连动物都能够打动。那经过长期的长途奔袭，王昭君呢就来到了草原，来到了单于庭，相当于是匈奴的皇宫嘛。在这里呢，单于为他2个人举行了隆重的新婚庆典仪式，册封王昭君为宁胡胭脂，相当于是他们的皇后。因为不管是汉朝还是匈奴，任何一个政权呢，它都是有男主人女主人的。从这个时候呢，王昭君就开始了在匈奴的生活。他和呼韩邪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好景不长，在公元前31年，
呼韩邪单于就去世。在这个时候呢，王昭君向汉朝上书求归，就想回去。但是当时的皇帝呢，已经变成了汉元帝的儿子了。这个人呢，反正在中国历史上评价不高，他就要求从胡俗，就是说你王昭君呢，依然要依照匈奴的民族收继婚制，就是嫁给呼韩邪的长子。收继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匈奴的一种习俗，通俗一点就是说，父亲去世，儿子把后妈娶过来，兄弟死，他的弟弟或者哥哥就把嫂子或者弟妹娶过来，这就是当时匈奴的婚姻习俗。我们后面的学术界把它称之为收继婚。这个时候王昭君没有办法，只能嫁给了呼韩邪的长子。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11年，生了2个女儿。到了公元前20年，王昭君的第2任丈夫去世，她又嫁给了另外一个单于。2年不到，王昭君就病逝了。在那个时候，她是非常年轻啊，大概35岁、36岁就去世了，算是英年早逝。她这个早逝的原因，应该就是多方面的原因吧。一个是背井离乡，二是生活习惯的不同，还有呢，草原环境恶劣等等，造就了她的英年早逝。因为毕竟啊，在那个地方她没有亲人。他去世之后呢，就埋葬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这就是王昭君简短的一生。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他当时居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他的真龙像，也就在前面一点点。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昭君住宅，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里出生啊？反正长大肯定是在这一块的。在这一块还摆放了很多农耕文化的东西，这个还是挺好的。这些都是以前家里常用的一些蓑衣，我们刚才看过了，这个相当于是木铲，都是以前农村需要用的。这是小的石磨，用柳条编织而成的簸箕，这个挺好的。农村现在还有，我家都有。还有竹筛、板窗装稻谷的，以前没有机械化的时候，弄稻谷都是甩在这个上面的。这个风车，大家见过没有？这就是把那些杂物吹跑，比方说那个稻谷倒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像小麦叶一样的，然后开始吹，把这个打下来，谷粒就从这里出来，那些杂物就从这里出来了。所以风车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我家里还有啊，还摆放了，这些都是一些工具了，用于捆绑稻草的。这种很常见了，在恩施、贵州很常见，就是大家去赶集的话，都会背这个东西。我在视频里面，以前我去贵州看到一些老人呢，他带小孩会把小孩放在里面，这个大家应该见过了，有大有小。那这个呢，很多时候经常用来背玉米啊，因为它这边山比较多嘛，车上不去，那只能靠人工背下来。这边就是石磨。摆放了很多这些工具，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农耕文化，以及以前生活的一些工具，这都是我们老百姓智慧的结晶呐。现在是机械化、工业化，以前呢，刚才看到那些都是手工的，也包括这石磨，以前也是手工弄成的。这个大家很多人想不到，应该都不认识。我告诉大家哈。这个称之为绳索，是跟这个后面这个犁呀是配套的。因为古时候，包括现在有些农村还有牛拉犁嘛，那就把这个放在牛的脖子上面，然后这个绳子啊套着这个犁，牛往前走，就使得这个犁往前走，等于是翻地。这个是配套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继续往前走，去看看这个昭君的老宅还剩下什么东西。现在按照这种规模来讲，昭君的房屋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豪宅了，也算是官宦人家的了，普通人家是不会有这样的房屋的，也是层层叠高上去，挺大的。这边还有一个汉代饮食器具的展览，就是在这一块，这相当于是厨房吧，陶陶罐罐的，还真的是厨房。那这个应该是昭君做饭的场景吧，在切菜。这是萝卜啊，我不知道汉朝那个时候有没有萝卜，没去查。这上面的工具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在汉朝，别说在汉朝，在先秦或者在更早一点，中国的陶瓷文化已经非常发达了。这都是储存东西的。隆中的灶台有多少人见过？可能现在很多城市里面生活的人呢，都没有见过的。这个东西我之前好像在博物馆见过，点灯的。这肯定也是复制的了。你看以前的盖子，特别有意思。那这一块应该算的是粮仓了。啊，你看，真的是走到这些地方，我真的挺有感觉的，挺有感受，因为这些以前都是见过。大家来这些带点传统农耕文化、传统这些生活的地方看一看，还是不错的，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生活习俗。汉朝的蔬菜都是通过人工栽培和向自然索取的。在唐朝以及之前，冬天基本上是吃不到什么蔬菜的。我们现在什么蔬菜都能吃到，在冬天是很少的。因为在封建社会，它没有大棚嘛，它吃的东西只能是根据季节来的，季节不对，他们就没有。而我们现在有大棚，随时随地都能吃到一年四季的菜。这个昭君宅由于历史比较悠久，王昭君当时具体出生在哪里，住在哪个房间，已经无从考证了。现在这里大部分是一些展示展览的。这边是昭君纪念馆，里面肯定是讲述了一些昭君的故事。王昭君的真容像也是在里面呢。我来到景区已经2个多小时了，有点累，可能其他游客来这里就差不多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我现在一般去一个景区待的时间会比较长，起码是2个小时打底，甚至说3个小时、4个小时都有可能。一进来之后就看到一尊雕塑，据说呢，这个就是王昭君的真容像，是按照王昭君的头盖骨复原而打造的一尊塑像，也是现在迄今为止最完美的一尊王昭君的雕塑。我们仔细看看这个雕塑，确实是非常漂亮啊，不愧为4大美女之一。也怪不得当时的汉元帝看到王昭君之后，就有点后悔把她嫁给匈奴，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绝代佳人、绝世佳人。怪不得在匈奴有3个男人娶了她，就是说她嫁给了3个男人。王昭君的事迹让大家变得比较熟悉，是从唐朝开始。当时唐代敦煌有一个王昭君变文，是他使得昭君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后世大多数的诗词戏剧都是在王昭君变文的基础上面进行加以改编演绎。王昭君的这个真容像，我觉得还是有点可信度的。在全国很多地方，只要有关于纪念昭君的，基本上都有这尊塑像。你像山西朔州的那个昭君墓有，内蒙呼和浩特昭君墓也有。王昭君尽管离我们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不过她的事迹、她的精神还是被人们熟知，等于也是生活在人们心中。在那个时候，王昭君作为一个女子，她能够进行和亲是非常了不起的。
尽管说他可能有自己的目的，但是他的核心还是促进了历史的发展。第一呢，是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和平，促进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减少了战争。当时呢，也算是极大的缓解了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强了汉匈两族的文化交流，很多中原文化传到了匈奴去。王昭君的故事呢，被广泛传颂，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也有牺牲，也有贡献。牺牲的话，就是他在匈奴过得其实并不是很好，算是在异国他乡生活艰难，但是呢，他也没有气馁，在当时呢，也是做了很多事情。当然，他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啊，我们只是简单的描述一下。那整个这个昭君故里我们就看完了，也简单介绍了一下王昭君的故事。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